为了整个红星社的前途，为敌挚友大飞报了那血海深仇，陈浩南挺起全部斗志，恶战毒蛇帮帮主金尊贵。不想多年前右手的旧伤复发，被金尊贵全场压制。尤幸其格斗经验丰富，利用地形辗转腾挪，强行拉回了战局。两人双腿互抡，劲风呼啸，本就破烂不堪的木牌更是几近散架，三两一排的零散漂浮在海面。这一战的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试猜的大范亚皮勒的师徒之争，看得所有人目瞪口呆。佐敦仔本是对金尊贵信心满满，此刻也不禁冷汗不断。作为分析形势，金尊贵气势更盛，体能占优，但若是斗到了最后，还是阿南赢面较高，这就是一个想赢，一个想摧毁对方的区别。金尊贵自然知道对方为徐世飞复仇的决心，但他不会想到这份炙热的雄心有多么火烫。陈浩南拼拳不利，不断冲撞搂抱，再次将金尊贵放倒，占据了居高临下的优势。烂斗本能爆发，硬扛对方的不断砸肘，双腿发力，要将其推落海中。两人不断纠缠，同时从木牌缝隙落水，一人搂着一根原木，仍在不断的互殴。一阵巨浪袭来，将二人打回了木牌之上。陈浩南一把扯烂身上早已破碎的背心，全身肌肉隆起，青筋跳动。金尊贵，我刚才就讲过，你一定会后悔。这一战没有输赢，只决生死。对方的悍勇让金尊贵心中暗暗叫苦，也只得打起精神，拼命应对。都是搏命，只是一个主动，一个却是被动。金尊贵的勇猛充斥着保命的味道。就这般几乎不停歇的互殴，钢铁之躯也难以承受。陈浩南单膝跪地，连站也站不稳了。金尊贵正要趁其发难，双腿一软，也是跪倒在地。他已到了灯枯油尽的地步。堂堂一帮之主竟被打得跪地不起，岸上的红星成员欢呼雀跃，齐声高呼，催促陈浩南尽快要了他的狗命。大飞一声暴喝，制止了众人喧哗。为了帮自己复仇，陈浩南已丢掉了半条命，令他感动的同时，更是无比内疚。这种好兄弟哪里去找？又怎能忍心再催他起身战斗？不断传来的嘲讽刺激着金尊贵的神经，他双目赤红，面目狰狞。陈浩南，我还没有倒下，过来，为你好友大飞的儿子报仇呀！正如陈浩南所说，这是一场计分高下、一决生死的比斗。纵使筋疲力尽，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都会继续向着对方狂轰，直到一方彻底倒下为止。金尊贵七窍出血，整张脸一塌糊涂，第三次被陈浩南按在身下暴打，但其强大的斗志、恐怖的抗击打能力，当真不容小觑，仍能打出犀利反击。陈浩南想要将他彻底拿下，绝难做到。这一战当真是惊天地泣鬼神，也不知何时才能方休。大飞痛苦地闭上眼睛，实在没有了再看下去的勇气。阿南，停手吧，别再发疯了。陈浩南大手一挥，示意大飞无妨。本就英气十足的脸庞透着无比的坚毅，两人均是没了站起的气力，一步步缓慢爬向对方而去。震撼的一幕看得所有人目瞪口呆，直到爬到足够的攻击范围，才各自奋力起身。血水随着拳头的击打不断的喷射，将周遭的海水染得猩红一片，这才是真正的不死不休。混乱中，陈浩南左手猛然探出，一招锁在金尊贵的咽喉，右手搭在左腕助力，任凭对方拳头在太阳穴狂轰，死不松手。这是他最后的机会，一旦放手，前功尽弃。金尊贵不能呼吸，整张脸涨得通红，双目无神。帮助示威，洪先生忍耐不住，便要上前相助，却被拿破仑手中的短枪逼退。这种情况，他什么也做不了。佐敦仔更是绝望不已，金尊贵死不足惜，森林社称霸全港的梦想，怕又是要落空了。几近气绝的金尊贵尚有一丝意识，他明白再不解困，马上就要被当场饿死。他强行吐出肺中残存的最后一丝空气，凝聚全身的爆炸力，双拳合璧，狠砸在陈浩南左臂。咽喉掣肘一松，呼吸立时畅通，双臂前推，将陈浩南推飞倒地。怒火中烧的金尊贵彻底丧失了理智，气也不喘，不顾一切上前追杀。陈浩南绝不示弱，翻身弹起，刚一站稳，看准来势，左腿豁然而起。一声沉重的闷响，震得围观众人心惊不已。金尊贵不知是气急败坏，还是躲闪不及，头顶竟径直往对手的膝盖撞去。大鹏蟹花扬起，强大的惯性让他人向前扑，倒在木牌之上。陈浩南则是被巨力撞得往后飞退，他身后没有任何障碍物，半空之中控制不住身体，急坠落海。人生就是如此，很多时候运气主宰大局，纵使他已豁出性命，稳占上风，仍是棋差一招，遗憾落败。有人可惜，有人不忿，有人狂喜，这就是游戏规则，谁也无法改变。大飞最先反应过来，大声提醒合计下水救人。陈浩南满腔悲愤，自责不已，不知该如何面对这帮豁出性命的兄弟们。
金尊贵在一众手下的搀扶下勉强站起，只觉眼前一黑，天旋地转，再次跪倒在地。一帮之主怎可视人以弱，绝不可给人负气。他挥手制止手下相助，过了7、8分钟后，才挺起身来，保住了帮主尊严。为了这一战的胜出，他险些丢掉了性命。此刻身心俱疲，哪有心情理会坐墩仔的寒暄？不过总算没有白白付出10几家地盘的收益，足以让毒蛇帮在香港站稳脚跟。一众红星仔难掩失望，个个垂头丧气。他们还不知道，真正的江湖大风暴，红星社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久未露面的梁晓东、关中伟、戴君宝等人，已趁着红星大本营空虚，悄然杀回了香港。